158是国窖，248勉强算东方树叶，298啊，那我只能说人或动物的大肠排异物。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里是不知名科学。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偏轻模型的 9011KO MGEX 强袭自由。这款产品因为愚人节 buff 加深，然后加上一系列迷惑的操作啊，热度可以说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实际的质量啊，这一次我是全程直播拼装的。除了一开始拼头部骨架的时候，我觉得体验还好啊，其余时间但凡来过直播间看过直播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对它是个什么样的评价。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断章取义说我吹它有万代95%的程度的。其实从头到尾我一直强调的只有一点，就是比大班要好。我觉得这个观点也不是我吹啊，大家看板件自己也能感受到吧。我想大班的翻模是什么鸟样也不用我过多强调了。这一次的9011香槟金板件和古铜色板件表现都还不错，漆面很平整，表面的浮雕细节观感也还可以。电镀板件因为漆面厚度的原因啊，表现就要差一些了，观感上明显偏肉，并且会露出银色的底漆。屎黄色的板件跟万代一致，是橙形色，没有增加额外的漆面。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板件是完全没有任何漆面和电镀的啊，大家注意不要被误导了。蓝色板件发色还可以，表面看起来也不油，但是会有明显的水纹和划痕出现。黑色板件在大块面的零件上面会出现缩胶的情况，有一说一，这个地台的表现居然还可以。剩余的10色零件表现则跟之前的屎黄金类似，这里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一下。眼睛的颜色呢，给了香槟色和透明色两种选择，后面件内部没有看到明显的气泡和杂质。随盒附带的呢，还有一张3D 贴纸、一张蚀刻片以及一张水贴。根据说明书的顺序呢，我们先完成了骨架的拼装。因为结构和外观是完全照搬万代的啊，所以说我们就不做过多赘述了。我们来讲一下这次拼装完骨架之后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在不安装外甲的时候，手臂会有一段很明显的虚位啊，这一段虚位我不知道万代有没有啊，我手头没有万代嘛，毕竟贫困学子嘛，比较贫困，买不起万代的。第二个问题是膝盖处的电镀零件正中央啊，会有2块非常明显的缩胶，左右两侧都有。躯干背后正中间的这块电镀零件啊，有博主说啊，电镀切面会把孔洞给封住啊，但是我这一台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啊，这个应该是概率问题。作为一款 KO 产品啊，品控还是有着明显问题的。然后是很多朋友拿着一张截图胡传的，说我胸部拼不起来的这个位置啊，这里的话，当时我直播是找不到胸部的零件了。那么这2个零件去哪儿了呢？啊，就是说明书上的 M6 和 M5这2个零件啊，这2个零件的颜色跟万代是不一样的，板件排布跟万代是不一样的啊，就导致了我当时找不到这2个零件啊。实际上最后破案是 W6 和 W5，反而真正出现组合问题的是第3页的 P11零件。这个零件在安插上去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孔稍微扩一下啊，或者说去把这个零件上的桩给消一下啊，否则的话按下去必白痕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再往下看第5页的 F8零件啊，这个零件拼合的时候是需要用到大力金刚指的。同样的，第6页的手腕位置啊，把手型插到手腕里面的时候啊，建议大家抹一点凡士林啊，如果说实在没有凡士林的话，只能用大力金刚指了。第8页连接裙甲的 H12零件啊，万代这个零件上面这2个桩呢是有锁扣设计的，9011啊，它把锁扣设计给取消掉了啊，转而代之的是非常紧实的组合度啊，同样的又需要用到大力金刚指。第9页的 L1零件插到 P12零件里面啊，需要用到胶水，如果没有胶水的话，这个零件很容易脱出。说明书第12页 G16这个零件啊，插到 R10这个零件的时候啊，建议把这个桩位稍微打磨一下啊，否则说插进去的话就马上白痕了。以上呢就是我在拼装骨架过程中啊遇到的全部问题了。除了以上几点之外的拼装体验呢，还算是比较流畅啊，包括拼装完成之后啊，这些联动的结构也是比较流畅的。不过附带的3D 贴纸以及蚀刻片的粘度都比较差啊，蚀刻片还出现了裁剪大小不正确的情况。这一点就比较糟心了啊，体验很差。外甲的拼装呢，我们把它放到了直播的最后阶段。相较于骨架，外甲的拼装还算是流畅啊，没有太多用到大力金刚指的地方啊，但还是有很多小问题的，这个我们放到后面讲。至于从观感上来讲，有万代的几分啊，这个就由小伙伴们来判断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头部后侧的外甲啊，在安装的时候，会跟前侧外甲留下一小条缝隙，这里应该是因为卡榫过长的原因导致的啊，需要小伙伴们手动的去修一下。
值得称赞的是，透明件的通透度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划痕，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的细节刻画。结构方面，在拼完外甲之后，手臂虚位的问题会稍微有所改善。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奖了啊？我这台9011的左腿阻尼感非常的奇怪。或许有朋友会说是因为我这个大腿根没有插到底啊，所以会松啊。我这边反复检查了，我肯定是插到底了，我都听到咔嚓一声了。不过说来也神奇啊，在这种情况下，不依靠任何支撑，我们的9011完全可以完成自立，这是什么原理？有没有朋友可以解答一下？与之相反的，则是曲肘关节异常的结实啊，不用点力你都掰不过来。除了这些松紧不一的关节以外啊，外甲的机构还原倒是都蛮好的。打开胸口的驾驶舱，还可以看到里面坐着的基拉大河。不过这个小人呢，就完全没有精度可言了。本体的其他联动点位在上完外甲之后呢，也是非常流畅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里我就随便挑几个给大家简单过一下。看完本体呢，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主体啊，我们强袭自由的翅膀。这里呢，我看别的 UP 主说啊，翅膀的连接件非常的紧啊，有可能转的时候还会把那个轴给转白痕啊，所以我在拼装的时候呢，留了一个心眼啊。我拼装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翅膀一点一点旋转进去的。就当前表现来看啊，没有出现过紧的情况，反倒是翅膀正上方这两个前后合的黑色零件啊，会留下一条明显的缝隙。翅膀的关节支撑力度，就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有要上光翼的小伙伴们啊，如果上了光翼，这肯定是撑不住了。拼装难点方面，首先是第15页，翅膀上方黑色零件，说明书上标的是 O4，实际上这个零件应该是 Q4，这种低级错误实在是不应该在一本说明书里面出现这么多次。说明书第16页，翅膀连接件 F25这个零件啊，在装的时候呢是需要用到大力金刚指的，切记这个零件不要打磨，会造成翅膀松动。说明书第17页的第一步啊，翅膀跟翅膀连接件结合的这个零件啊，一定要慢慢的转进去，以防万一。说明书第23页，小腿后方 A5 零件，这个零件是需要点胶水加固的啊，不然装不上去会掉。说明书第26页 T7 这个零件啊，在跟前方零件组合的时候需要点胶水固定，该零件为黑色，不加固的话容易脱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对这款9011的整体素质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就我个人体验下来啊，从板件到组合度，我觉得是要比大班好上不少的。但是比起万代啊，那就不要碰瓷了。作为一款 KO 产品啊，这一套产品的模具肯定是属于上乘的那一批了。但是作为一款 KO 产品，本就不低的指导价，加上部分商家和代理啊搞限量、搞砍单、搞涨价这种行为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认同。再结合其本身的素质，我只能说2张以下真的是优秀的 KO。但是248呢，只能算是东方树叶啊，可以一喝。至于298，你问我要怎么看啊？那我只能说，哈哈，这里是不知名贫困学子，来日方长，我们很快再见。